老公3年换了9个女秘书，理由都是对方勾引他，而且每次开除对方后还会召开记者发布会，当众送我一条钻石项链。全城人都知道季氏集团的季总是个绝世好男人，我也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直到有一天听到他和婆婆王翠花的通话，儿子，我实在受不了他了，做的早餐不合我胃口也就算了，我扇他2巴掌，他居然还敢哭，搞得我跟恶婆婆似的。别急嘛，我就要踹掉他了。怎么，你的筑巢引凤计划成功了吗？刚招的小秘书是龙国排得上号的几大家族之一，夏氏家族的千金夏如烟，现在已经被我迷得5迷3道，哪家他指日可待。我顿时如遭雷击，原来在他眼里，我只是帮他立专情人设，吸引千金贵女的工具人。回到房间，我给季伯达新招的女秘书打去电话。昨天你开价500万让我离开季伯达，现在还作数吗？一家咖啡厅内，夏如烟直接甩给我一张500万支票。沈云舒，这么快就想通了吗？与其在一个渣男身上浪费功夫，倒不如趁早变现，露点实惠。夏如烟柳眉一蹙，下一秒就端起咖啡泼我脸上。你一个见钱眼开的拜金女，还敢倒打一耙污蔑伯达，娶了你简直是伯达一生最大的败笔。我没再多说，默默擦了下脸上的咖啡渍就要离开。站住！夏如烟又从她的爱马仕包包里取出一份离婚协议甩过来。我愣了几秒后自嘲一笑，声音无比苦涩。这东西没必要签，拿了钱就想不认账，本小姐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赖的。我和季伯达只办过一场轰动全城的婚礼，但因他妈不同意我过门，就一直没领证，自然也用不着签这东西。见他陡然瞪圆眼，我的心莫名一阵抽痛。是啊，连一个外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却傻傻的理解了季伯达3年。当初季伯达要创业，我倾尽所有，给了他200万原始资金，之后他功成名就，我听他的话做了家庭主妇，即便受尽婆婆王翠花白眼，也未曾向他诉苦过半句。可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得到。刚出咖啡厅，季伯达就打来电话：老婆，公司新投了几个项目，资金缺口很大，你能不能把那9条钻石项链先给我应急？对了，我记得你妈临死前还给你留了几块帝王绿翡翠，也一并给我吧。我太阳穴猛地狂跳，这是在甩掉我钱，还要把我榨干的节奏。没有，对我冷冷的回应。季伯达明显一愣：你之前创业的200万原始资金是我出的，现在过去3年，利息我就不算了，把本金还我。老婆，你怎么了？刚才你和你妈的通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季伯达，自今日起，我们彻底结束了。老婆，这之间肯定有误会，我现在就回家，有什么话咱当面说。半小时后，我回到家，就见季伯达的2个保镖在满屋子翻找什么。季总没找到项链和翡翠，家中监控全都拆了，没发现录音笔等任何窃听设备。之后，季伯达一个手势，两人又强行拿走我的手机，我气急怒笑。摊牌前这么防我，是生怕我对外揭露你的渣男面目。做贼心虚这4个字用在你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季伯达狠狠一巴掌将我抽倒在地，鲜血从我嘴角溢出，他脸上不见半点怜惜，只有狰狞。贱人，你把项链和那几块翡翠藏哪儿了？全被我存银行保险柜了，你就算打死我，也别想得到。季伯达眼一眯，在死死盯了我一会儿后，忽然阴恻恻的笑了声。沈云舒，你没发现今天家里缺了点什么吗？我很快反应过来，平时我刚进门，宠物贝贝就会欢快地跑出来迎接我，可今天却一片死寂。我两眼瞬间通红一片，紧抓住他的衣领嘶吼道：季伯达，你把贝贝怎么样了？你还是不是人？要是一条普通宠物狗，我自然懒得管它，可它从小就跟着你们母女，你妈更是把它当儿子养。你这么孝顺，应该不忍心让早死鬼妈妈伤心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明天公司有一场新品发布会，你配合我在媒体前最后演一次恩爱夫妻，我就把它还给你。还有别忘了带上银行保险柜钥匙。说完，他便带人离开，留给我无尽的黑暗。第二天一早，我应季伯达的要求盛装出席，陪他应付完记者采访后，他接了个电话，忽然脸色大变，看他跪在我面前，我一脸懵，还没离场的记者们又纷纷举起镜头。云舒，我妈被绑架了，绑匪要1个亿的天价赎金，半天内赎金到不了账就死平。公司账上的钱不够，只能把我送你的那9条钻石项链和你妈留给你的那几块翡翠卖掉凑一凑。我保证今后一定加倍还你。见他这么惨，不少人上前拉他起来。季总，你这说的哪里话？全江城谁不知道你们夫妻伉俪情深，可谈不上一个借字。是啊，婆婆有难了，林女士作为儿子，哪怕去借钱也会帮你。很快，众人目光全都向我投来，我咬牙切齿地盯着他，怒火直冲天灵盖。绑架，信你个鬼！这是既要榨干我，还要占个理字。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季伯达，你不做演员真可惜了。先说你一直都很谨慎，没把笔落我手里，但你妈……一边说，我一边掏出手机，就要当众播出昨天录下他们母子俩的通话录音。季伯达眼中划过一抹阴晦，赶忙凑到我耳边说：我一个电话，你那条老狗立刻就会被宰，该怎么做？你想清楚。我脸色一白，指节捏得咯咯直响，都已到嘴边的baby2字也生生咽了下去。季伯达继续演戏，后退2步，震惊又失望地看着我。沈云舒，你怎么变成这样？你扪心自问，我对你不够好吗？回答我。我低下头，紧攥着的手缓缓松开。你对我更好。我妈平日里有半分亏待过你吗？没有。昨天如烟说你收了她500万，答应离开我，我还不信，现在由不得我不信。沈云舒，你说当初你嫁给我是不是图钱？我紧闭双眼，委屈的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直到嘴唇被咬出血，才艰难的缓缓点头。是我就是一个拜金女，满意了吗？全场瞬间炸了锅，无数镜头对准我，闪光灯疯狂闪烁。呸！不要脸！你一个不仁不孝的女子，竟连自己婆婆都能见死不救。拜金女我见多了，但像你这样连装都懒得装的还是头一回见。夏如烟更是气冲冲过来抽了我一耳光。赎金我帮伯达来凑，但之前伯达送你的那9条象征爱情永恒的钻石，你不配，交出来！我颤抖地掏出保险柜钥匙，季伯达立刻夺过去。之后见夏如烟当场开出1000万支票后，更是两眼直冒光，但并没第一时间去接。如烟，这钱我不能要，就阿姨要紧。如果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接受我的求爱哦。季伯达当即拿过支票，拉上夏如烟的手，动情道：我季伯达今生今世定不负你。众人看见眼前这对甜蜜 CP， 顿时掌声雷动，属实羡慕到了，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季总和夏小姐什么时候办喜酒？我们可都等不及一天。先休了这拜金女，必须要让她净身出户，否则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季伯达和夏如烟一番深情拥吻，然后目光一转又看向我。沈云舒，自今日起，我们彻底结束了。季伯达把我昨天对他说的话原封不动还给我，又扯掉脖子上的玉坠，狠摔在地上。那是我为他耗时3日亲手雕的一件玉观音，也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他曾说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他，可如今却随手摔碎成数块。这男人果然是个戏精。咦，这玉石。夏如烟拾起一
块刻有弥勒2个繁体小字的碎玉片，目光闪烁。如烟，你别碰，这是沈运输几年前为我亲手教的，谁知道会不会在这上面做手脚？闻言，夏如烟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临走前还回过头讳莫如深地看了我一眼。散场后，我匆匆赶回家，一直等到天黑，季伯达才搀着他妈回来。我急声问：“我的贝贝在哪里？”就足以让我将余生彻底托付给他。正要离开，一个满面威严的老者走进来。爸，您怎么来了？我正想把云舒带回家，介绍给您和我妈。我闭眼。夏父抬手打断他，在又看了我一眼后，当场开出1000万支票丢给我。虽说你是个冤枉的，又是一位国宝级玉雕大师，但残花败柳之事情，终归不配进我夏家的门。拿上去，你可以走了。我看着飘落到地上的支票，苦涩一笑，跟夏如烟真不愧是妇女，连拿钱赶人的手段都如出一辙。爸，夏如烟正要为我说话，夏宇宙却打断他，把1000万支票撕得粉碎。如烟，如烟，你放那就请允许我再放肆一次吧。如烟，今后夏家的担子就由你来挑了，替我照顾好爸妈。即日起，我退出夏家。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拉着我离开。1个月后，在前往巴厘岛的飞机上，我扭过头，有些好奇地打量起夏宇宙。老公，你真不后悔吗？和你在一起，我永远不后悔。我只后悔没有早点遇见，让你遭受了这么多苦难苦楚，以后也再得不到你亲手刻的玉雕。我巧笑嫣然地从包里掏出一枚做工极为精巧的玉雕给他，他连忙接过去。这是你新做的，你不是已经封山了吗？封山的是弥勒大师，但你老婆沈云舒还可以继续雕呀，而且今后的作品只供你一人观赏。说完，他拿出粗针就朝我身上一顿杀，我一直死咬着牙，一声不吭。王翠花气急败坏地丢掉粗针，看向身后几个季伯达的保镖。你们几个平日看这小贱人的眼神可瞒不了我，今天就让你们爽一把，别把人玩死了就行。下一秒，几个大汉就淫笑着朝我扑来。不要啊，滚啊！我越是绝望地嘶声大吼，他们就越疯狂地撕扯起我衣服。就在我陷入昏迷的前1秒，门突然被撞开，随着一道亮光照进来，我隐约间看见一个高大身影，一脸怒容地狠挥了下手。给我上，把那老娘们抓起来！醒来后是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里，看着柜子里摆的竟全都是我之前亲手做的玉雕。正愣神时，一个满身贵气的男人端着要推门进来。我想起夏如烟之前说他哥自封为我的头号铁粉。你是夏如烟的哥哥夏宇宙吗？够聪明。之前我妹妹对你多有冒犯，我已经训斥过她，看在她之后配合你做绝世渣男的份上，这梁子就算是顶了吧。季总，你这样说弥勒大师，请问有什么依据吗？当然有，大家请看。大屏幕陡然亮起，开始同时播出10几段我和不同男人的床上视频。我怔怔地看着视频中那些丑态百出的男人，当场石化。夏宇宙勃然暴怒，王八蛋，连伪造视频这种下三滥的招都用过，你找死！伪造？那你问问你的心肝宝贝儿，我这些视频是不是伪造的？我浑身剧烈颤抖，脸色苍白到没半分血色。这些视频是真的。见我亲口承认，全场骂声四起。今天真算开眼界了，堂堂玉雕大师私下里竟玩得这么花。他算个屁的玉雕大师，就是个人尽可夫的破解。嘿，贱货，整个玉雕界都因你蒙羞。我踉跄2步，夏如烟赶忙扶住我，急忙小声问道：“嫂子，这视频到底怎么回事？”视频都是在我被下药后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3年间，季伯达屡屡求我陪他一起应酬，每次我都会被灌得失去意识。第2天醒来，身上都会莫名出现很多伤痕。你们放屁！你们一定是被夏宇宙收买了，故意来污蔑我。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一时不知该信谁。没错，我的确可以轻松买通这9人，但这个人总不能也被我拿钱买通吧。话音刚落，季伯达的亲妈王翠花便狼狈登场。看她此刻一脸文艺、蓬头垢面的样子，就能想象到这些天究竟遭到了多少非人折磨。妈，儿子，罢手吧，别再作孽了。之后，王翠花便将这3年来是如何刁难我，还有她宝贝儿子所谓的筑巢引凤计划，以及季伯达在我酒里下药骗我陪他客户的事，一五一十全抖出来。全场哗然，众人都被惊得大跌眼镜。亲妈绝不可能害儿子，所以他说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先用自己老婆的钱创业，后又把自己老婆当三陪，这要等网上分分钟画好热搜。老天爷，这么恶心的事，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简直不要太毁三观。儿子，听妈的话，城市套路深，跟妈回农村吧。季伯达已经气疯了，尤其听王翠花说要带自己回农村后，突然从后腰掏出原本是为我准备的一把匕首，狠捅进王翠花心窝，1下、2下、3下，直到他妈倒在血泊中彻底断气，他才停下，又一脸嗜血的朝我冲来，但还没等他近我身，就被早有防备的几个夏家保镖制住，直接押往警局。闹剧结束，夏宇宙拉上我的手，而这次我并没反抗，就凭刚才在我想当场自杀时的极致绝望中他带给我的温暖。好，几天后，季伯达带着我那尊翡翠玉如意登门，但却看不出半点喜悦。之前的1亿3000万几乎掏空了他所有家底，却他妈王翠花还一直杳无音信，而这一切他认为都是我造成的，因此在见到我后被怒火烧得彻底失去理智。贱人，你把我妈弄哪去了？季伯达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扬起巴掌就要扇我。夏宇宙眸光一冷，狠狠一脚把他踹了个跟头。没规矩的东西叫大嫂。季伯达如遭雷击，脑子陷入短路。沈云舒，你个贱货，才离开我几天就勾搭上了夏宇宙大哥，婊子！我刚才的话你没听到吗？还是不打算做我夏家女生？现在立刻跪下向你大嫂磕头道歉。季伯达扑通一声向我跪下磕了个头。大嫂，声音太小，我没听到。大嫂，我是说你磕头的声音太小，我没听到。沈云舒，你靠哪那么多？夏宇宙走过去按着他，头朝地面一阵长跪。很快，季伯达脑门一片血肉模糊，不知磕了多少个。夏如烟才姗姗到场。如烟就婉拒了哈，我们家是我哥做主。谢谢夏总之前出手相救。口头致谢未免太没诚意了吧？不如以身相许，做我女朋友吧，沈云舒小姐。我忙向后缩了缩，脸上的感激之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拒人千里的冷笑。你们这些顶级富豪对待感情都这么随便了吗？况且我现在名声可透得很。没关系，我信你就可以。你信我？凭什么？夏宇宙目光一凛，指了指我那数十件作品，认真的说：我不信外人口中传的那个无比不堪的你，
能雕出这些极具灵魂的作品。之后他反倒对我这个原创作者如数家珍般逐一诠释起他对我每一件作品的理解，我渐渐听得入神，心底不由得生出一股和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米勒大师，我们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季伯达那蠢货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还幻想着能做我夏家女人。3天后就是上门提亲，到时你假扮我女人，让我占点便宜，我保证让你脱口恶气。之前那些剜心刻骨的痛再度涌上心窝，我毫不犹豫地狠狠点头。你刚才竟敢当着我哥的面辱骂我嫂子，我也救不了你。操！季伯达怒爆一声粗口，终于彻底明白过来。去你妈的，都搁这玩老子呢是吧？夏如烟，之前在拍卖会上，是不是你和这贱人联手做局坑老子？现在才发现吗？可惜呀，晚了。等季氏一破产，你立刻就会背上至少2000万债务。之前是不是想着娶了我后，再从我们夏家狠捞几笔，做你的白日梦去吧？说着，夏如烟抬脚就要踹他，但很快又收回脚。算了，踹你这种渣男，我都嫌脏了我的鞋。作为你之前欺骗本小姐感情的赔罪，这尊玉如意我就笑纳了。季伯达满面狰狞的又要爆粗，就已被几个保镖扔出门外。好得很，既然你们想让我死，那咱就都别活。我明天就召开一场记者会，有种的都来。哥，去吗？当然去，他欺负我老婆这场可还没完呢。我脸上立时染上一层红晕，娇嗔的白了他一眼后落荒而逃。第二天一早，季伯达当着一众媒体的面，一脸悲愤的控诉：都说娶错女人毁3代，这话真的一点不假。什么狗屁的玉雕大师，他沈云舒就是个生性放荡的淫妇。在确定拍卖行主事没开玩笑后，众人又都看向季伯达，眼神无比古怪。季伯达当场心态炸裂。沈云舒，你做局坑我。自古以来就是黄金有价，实无价，何谈做局？季总就不怕在你的心肝宝贝面前失了面子？你，感谢前夫哥对我作品的喜爱，还有那1亿3000万的慷慨。说完，我潇洒离场，当晚就收拾好行装，准备离开江城。刚到机场，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轻微脚步声，紧接着头部传来一阵剧痛，意识彻底陷入黑暗。再睁眼，发现已被人绑在一处废弃仓库，钱婆婆王翠花正坐在我面前，恶狠狠盯着我。沈云舒，我当初就看出你这小贱人不是省油的灯，被甩了还要做局坑我儿子。那1亿3000万可是我儿子的全部家当，拿了钱就想跑路，做梦！我一口血沫喷他脸上，我宁可那些钱收归国家，也绝不会给你们半分。跟老娘我玩混的。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一身皮肉有没有你的嘴硬。季伯达说是他酒后弄的，我也从未怀疑过，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一直都把我当成陪酒女。季伯达，你不是人，你连畜生都不如。夏以宙来和大家分享下搞破鞋是什么感觉。夏家豪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夏以宙没理他，突然把我揽进怀里，没有任何质问，只一脸心疼的看着我。没事儿，有我在，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都信你。季伯达，你的手段都使完了吗？那接下来轮到我了。下一刻，就见有9个美女走进来，很快就有人认出她们。这不是季总之前辞掉的9个女秘书，和大家好好解释下吧。当初我根本没勾引他，反倒是他先前的我，最后把我肚子搞大，他给了我100万了事，还甜言蜜语的求着我帮他塑造他专情人设。我是被他灌醉后强行玷污了，事后他拿玷污我的视频威胁我，我才不得不就范。我当初是真爱上了他，他也答应要娶我，可在白完我3个月后找人把我父母抓起来，逼我灰溜溜滚蛋。话音刚落，一旁的夏如烟顿时撅起嘴。我哥他可自称是弥勒大师的第一铁粉，我都和他说了，你要拍下这尊玉如意当彩礼的。可这贱人诚心捣乱，他捣乱，你就不想娶我了吗？一句话彻底噎死季伯达。在做了好一番思想斗争后，目光陡然一狠，为了能成为夏家赘婿，倾家荡产也值。婚后随便想点招就能成被捞回来。下一秒，季伯达直接做了个手势，点天灯。这话一出，当即就赢了个满堂彩。夏如烟一阵眉开眼笑，朝他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够霸气。我笑得比他还开心。最终那尊翡翠玉如意以1亿3000万的天价被季伯达拍下。这时，拍卖行的主事笑眯眯走出来。季总豪气，弥勒大师今天亲临现场，说要公开身份，全当对拍下他封山之作的贵宾表示感谢。说完，在众人无比惊愕的目光下，一道道骤然亮起的聚光灯全部聚焦在我身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过了好一会儿，拍卖师见没人在跟，刚举起拍卖锤准备成交时，我轻声开口：5000万。季伯达脸上笑容一滞，眼中浮现出的一抹暴怒很快就被压下，还摆出一副情商姿态。沈云舒，我们好聚好散，没必要再来恶心我吧。渣男又开始演了，但效果极好，很快就为我引来一片臭骂。听说季总最后还是给他留了一大笔钱，都以仁至义尽了，他竟还来作妖。这贱人真是阴魂不散。他就是嫉妒季总和夏小姐双宿双栖，典型的心理阴暗。我置若罔闻，直视着季伯达说：废话少说，有钱就跟，没钱就滚。季伯达脸色阴沉的都要滴出水，但想到都已答应夏如烟要拍下这尊玉如意当彩礼了，还是无比心疼的加了一口。5100万。1亿2000万。季伯达猛站起身，额头青筋一阵狂跳。你哪来这么多钱？拍卖师，他这是恶意破坏拍卖秩序，我申请。申请个屁！交完价付不出钱，我自个负责。你现在只需选择要不要继续跟。好，我不跟了，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王翠花一边剔牙一边咂巴着嘴道：你说那条老狗啊，我刚被劫匪放了，伯达就拿它做了顿狗肉火锅给我压惊。这上岁数的狗肉就是难吃，还塞牙。我脸色刷的一白，表情瞬间扭曲，满腔悲愤再也抑制不住的轰然爆发。季伯达、王翠花，你们不得好死！我崩溃大吼着冲上去拼命，却被保镖一拳狠轰在腹部，痛得浑身痉挛，最后像垃圾般被扔到大街上。我跪在暴雨中，雨水掺杂着眼泪不停划过我脸颊，整个人已支离破碎。妈妈，我没能护好贝贝，对不起，我好想你。不知过了多久，泪已流干，手机忽然震动了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真想不到，4大国宝级玉雕大师中最神秘的一人，从未以真面目示人的弥勒，竟如此年轻。1月后将从会办一场高端拍卖会，你做出一件绝世玉雕上台，我帮你接单，考虑一下。我狠吸一口冷气，没去想对方是谁，手指下意识的在屏幕上重重点了3下。1个月后，我刚到拍卖厅门口，就迎面撞上季伯达。沈云舒，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你如果还想来纠缠我，只会自取其辱。想多了，我是来参加拍卖会的，跟你没半点关系。你在逗我？挽着他胳膊的夏如烟嗤笑一声，满脸鄙夷。这种高端的地方，向来都是见人与狗不得入内，识相点就赶紧滚，否则。此时一个工作人员就匆匆过来，恭恭敬敬的把我请进拍卖场。
这是怎么回事？季伯达眉头皱得更深，夏如烟无所谓的耸耸肩，管他呢，没必要和这贱人浪费时间。哈，也对。拍卖会开始，季伯达全程静默，直到压轴的翡翠玉如意亮相后才提起精神。各位，这尊玉如意可大有来头，乃是当世4大国宝玉雕大师之一弥勒的封山之作。此言一出，全场轰动，还不等拍卖师报出起拍价，就已掀起一波竞价狂潮。1000万、 2000万、 2500万、 4000万。季伯达报价4000万。